大家好，我是 Kell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是我的包包视频的第2期，然后这支视频里也大约15只包，会是价位稍微偏高一点点的。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第1期的话呢，可以点击这里的链接去看第1期视频。那这视频里会有更便宜，然后也非常可爱的包。首先呢，第1支我想讲这一支包，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它怎么念，但是我真的觉得它长得特别的好看。它属于那种就是我对包不了解的直男朋友都看到都会夸的一支包，因为它就是单纯凭它的颜值胜出。这个牌子也不是特别的有名，没有那些很多的广告啊什么，但是就是看到还是会觉得好看。这个包已经在我的衣柜里很多年了，然后我也一直没有处理掉。虽然我现在的使用频率就是没有那么高了，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自重稍微有一点点的重，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就是非常好看。最好看的背法呢，就是把这个肩带拿掉，然后直接用这个把手。我记得这个牌子还是小火过一段时间的，就是几年前吧，但是现在也就是没有什么新的包款了。然后我看他们 Instagram 就是最近的 post 也是去年11月份了，所以我就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包特别好看，量什么的也都挺好的。而且我的这一款包在他们的包型里算是比较普通的，就是他们所有的包都会有这个金属把手嘛，但它底下的形状会不一样。我有见到过就是更好看的，比如说有这种有点像八边形还是什么的，就是好看的形状还是蛮多的，而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接下来呢是这一支 Princess Schooler 的小包。我挺喜欢这个牌子的，我觉得他们的质感很好，挺有设计感的，但是同时也很简约，有一种建筑感，我说不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包，它上面是这种有一点点弧形，然后前面的这个扣子是一个不规则的，然后我还很喜欢他们的金属一般都是钉在皮子上的，而且有一种折纸的感觉。这只包我的利用频率非常的高，而且就是它作为一个浅色的包，就完全没有脏，简直就是魔法。Crossbody bag 是最实用的，就是就算穿很厚的羽绒服，就直接挎在身上，就是也不突兀。然后我现在就是把这个链条直接打一个结，然后它就可以单肩的背。接下来呢是这只 YSL 的小胸包，它是这样子，就是斜挎在胸前背的，但是也可以就是跟 Crossbody 差不多嘛，就是挎在身上，然后也可以单肩背。这只包是这种丝绒质地的，然后它上面有这种 V 型的这种纹路，它小小一个，但它真的非常的装，就是我使用率特别高。比如说这个是 Pro Max 大小的手机，它是可以轻松塞下的，然后因为它很软，就你往里面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的。我现在塞下一个钱包，一个耳机，然后轻松的再塞下一个口红和牙线。这个包里面是有一些卡槽的，然后背面是皮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拉链。搭配性来说，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搭，因为夏天就是背一个小小的包很合适嘛。然后冬天因为它是这种丝绒的感觉，就是也是一个比较秋冬的材质。然后这个皮带其实是可以就是摘下来，就是当一个细皮带来用的。总的来说呢，就是好用又百搭，然后又很能装又很轻巧。下来呢，介绍一下这只非常非常小的 LV 的小麻将包吧，好像是。这只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对我来说，cost per wear 极高。虽然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小，是一个很迷你的小废包的感觉，但它就是还蛮能装的。大的手机是不可能装进去的，但是如果你是小的手机的话，可能是可以放下的。然后对我来说呢，我出门除了手机以外，钱包那些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放下的。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测试，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塞下一个钱包，然后一个耳机，一个牙线，一支口红，就是还挺轻松的。然后再塞一把小钥匙，就是没有问题。拉链也是可以拉起来的。然后我一般用的时候呢，我会用这个上一支包包视频里的那个迪奥化妆包的上面的这个肩带，把它挂在这只包上，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 crossbody bag。这样子之后呢，它就是变得非常实用。春夏秋冬就是一直在背，可以这样手拎，然后也可以用肩带。而且我觉得 LV 的老花就是挺耐磨耐造，而且这支白色的包就是完全没有脏。然后我买的这个是一个圣诞限定款，是 LA 的限定款，我觉得超级可爱。然后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这样用它的这面比较卡通的，然后你也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比较经典的，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也很百搭。我穿驼色大衣就是背这个也完全不突兀。接下来呢是这支 LV 的小圆饼，这支包
真的很废，因为它真的装不下什么东西。我记得当时我想要它的时候，我也没有第一时间把它买回来，因为真的它能装的东西太少了。但后来过了几个月，我还是觉得它太可爱了，就还是很想拥有，就还是把它买了。这只包大小真的就是一个巴掌大，就是钱包是塞不进去了，除非你的卡包特别特别小。这包我觉得就是可爱，然后很精致，就是它的做工什么的会比小麻将什么的好很多，包括它的金属的这些 hardware 啊什么。因为我感觉它是一个小帽箱嘛，它是属于 LV 的那种硬箱的款式，就是所以这种包好像会做工会好一点，然后定价也会稍微高一点。包呢前面有一个小吊牌，里面也都是皮质的。它放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塞很多张卡，然后也可以放，比如说这种牙线啊、耳机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下，再放一个钥匙再放个口红，所以就是基本都是不能装下钱包和手机，剩下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装下。那它这个拉链不是特别的 smooth， 就是很卡。然后这只包搭配来说就很好搭，我觉得 LV 老花都挺好搭的，它的肩带也是可以调节的，然后长度也很适中。放在身上就是在腰这个位置，就是不会显得比例不好什么的。我还见过有人是就是把这个链条拿下来，然后直接手拎的，我觉得也超级可爱。只是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会坐在哪里就会不小心把它落在那儿了。接下来呢，就是这只 Chanel 的 Classic Flap。8个格子的中号的这个包，我觉得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就是大家肯定看过各种各样的介绍，所以我也不用说太多。在 Chanel 就是涨价，它现在的价格就是贵到我就是很难愿意花它的店里的价格去买它的新的包了。所以这一只是中古的，然后是我从日本的中古网站买，因为它是中古包，所以呢它的金属的这个 hardware 的颜色会比现在的金色要更金一点点，因为它好像是镀了什么 K 金之类的。这只包的我很满意的就是它的成色非常好的基础上呢，它的菱格的这个丰度我特别的满意。因为中古市场就是有很多包，就是各种年份的都有，然后会有很多就是特别的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空气感，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样子的，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新包那种超级蓬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只包的菱格纹的这个蓬度，就是在我的审美里就是我特别满意的一只。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想淘Chanel的中古包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日本的中古网站，放几个链接在底下吧。我觉得他们的成色普遍上来说可能会比北美的二手网站要好一点点，就是它会写的非常详细，然后图片也非常的多，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它的标准会稍微高一点。但是这只包我买回来以后，感觉我的使用率其实没有我想象那么高，因为这个真的还挺 delicate， 就是你随便一划可能就一个道。那这也是为什么鱼子酱牛皮真的会比羊皮的要贵很多吧。在二手市场上，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会买一只鱼子酱牛皮，然后黑银配色的 CF。接下来呢，就是另一只我淘到的Chanel的中古保龄球包，我觉得它真的好好看。我就是因为买到了这只包呢，我才感觉到了鱼子酱牛皮的好，它的这个皮质就是完全不怕磨不怕刮，然后我坐飞机啊什么的，就是很喜欢带它就出去旅游，因为它真的又能装，然后又很好看。这个里面的容量真的超级大，手机在它的旁边的话就是这个大小，放下手机，然后放下所有出门必须用的东西以外，还可以放下，甚至放下一瓶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放个雨伞啊什么的。这只包呢，就是我从Chanel的中古市场淘的，我觉得Chanel中古市场真的有很多宝藏，大家可以好好的挖掘一下，而且它的价格也很划算。我记得是不到$2000的价格，在现在的Chanel店里应该是什么都买不到。我记得我刚开始看到这只包是在 Amore， 就是一个日本的中古网站上看到的，但是当时他们的网站上只有黑色，还有一个那种米色。其实我觉得那个米色也很好看，但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粉色以后，觉得真的很可爱，而且这个粉感觉是好搭配的那一种粉，就是那种浅浅的肉粉色，所以我就是一心想要这个粉色。但是当时我看的所有的我平时在买的中古网站上都没有这个颜色的这一只包，我就联系了一个在小红书上的在国内的一个中古卖家，然后让他远程给我寄过来的。总的来说呢，我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满意，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包上是没有这个两边的金属扣环的，这有可能是他们或者是以前拥有这个包的人他们自己加的，缝在这个里面缝了2个金属的扣环，然后还配了一个粉色的肩带。我自己觉得这个包的样子来说，配肩带是挺不 make sense 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手柄嘛，你挎在身上的时候它就会很卡，然后而且它的大小也不小，
这个包跟 Classic Flap 比较的话，就是差不多，甚至比 Classic Flap 要再大一点点。所以对我来说，那个肩带就是很鸡肋而已。然后他当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这个他们有就是在这个上面加2个扣环这样子，然后是只发了图片。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那么了解这个包的每一个细节，我是等到交完钱我才意识到，哦，它怎么我在网上看到别的图片都没有，我想说是不是买到了假包。后来就是才发现他们是自己就是往上加了这个扣环，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开心。然后我还是建议大家可能还是要在这些更有名一点的大的网站上买，就是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可能这样子的包在一些鉴定可能就不能鉴定为真包了。用下来我还是很满意，而且我觉得神奈的中古包好看的真的很多有一些也不是那么的有名，所以它的价格就是挺划算的。接下来呢就是2只爱马仕的 Mini Evelyn， 然后这一只是锦葵紫X9配银扣，然后这个是带象灰配金扣。这 X9 呢就是颜色真的是粉粉嫩嫩的，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很适合配春夏的一些裙子啊什么的，就是穿白色的衣服啊什么都很好看，然后也可以挂一个星黛露在上面，就是超级可爱。大象灰就是比较秋冬一点，大衣啊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这2只包我都有就是去淘宝配这种猪鼻子的链条，因为它本身是那种肩带嘛，然后那个肩带有点太长了，背上就是比例会不是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包就是配金属的链条会更好看一点。Mini Evelyn 这个包型在爱马仕里算是比较便宜入门的包型，它的价格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并且它我觉得很实用。首先它可以 crossbody 背，然后如果你去配一个那种短一点的皮质肩带的话，你当一个腋下包也是可以的。然后它的容量我觉得还挺够用的，就是对我平时出门来说，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袋，没有任何的隔层，然后里面是这种比较原始一点的鸡皮的。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容量测试吧。Pro Max 大小的手机可以再放钱包、牙线、耳机、粉饼，再放个口红，再放个钥匙，然后再放一个纸巾，所以说它的容量还是很够用的，就是日常出门的话。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口不是封上的，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不然东西会洒出来。我一般如果用它的话不会放那么多东西，因为如果你把它放得很满的话，你要想去底下拿东西的话，就是要把上面东西都翻出来，就有点麻烦。接下来呢是这只爱马仕的 Picotin 18 size 的菜篮子，然后这个颜色是叫珍珠灰，配的是银扣，然后也是 TCP。我觉得菜篮子这个包款，我觉得它是很好看的，然后它很休闲很随意，而且它按理说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包型，因为它就是很大，非常的能装。它跟 Evelyn 一样，就是里面打开就是一个口袋，没有任何的隔层。然后我是有放一个内胆包的，这个内胆包还挺好用的。然后平时怕它呢，我还会放一个这个是当时的那个内胆包带的一个撑，然后我是把它当做包撑在用，我觉得还挺好。讲回这个包呢，我觉得它的利用率是比我想象的要低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有点太大了，就是我平时出门其实不用带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更容易去用我更小一点的包。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是一个手提的，没有肩带，会有一点点烦，就是你要一直拎着。冬天纽约很冷，然后如果你要手拎着一个这样的包的话，手就会很冷。夏天呢又觉得这个包有点太大，然后太重了。但是呢，总的来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包，因为它大小就是包括它的着货量都是跟 Birkin 25是差不多的，但它却比 Birkin 25便宜了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还有就是这个包非常适合挂各种各样的包挂，比如说我这里有个熊头，然后也可以挂爱马仕的小码，这里还有一个类似小码的这种犀牛挂件，挂在上面也很可爱。就是不一样的风格吧，我觉得这个颜色就是还挺百搭。然后我要推荐一下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好看。珍珠灰这个颜色是一个介于圣杯蓝和白色之间的一个颜色，我觉得还挺好搭，然后也比较好看。所以就是希望未来我可以就是多用一用它。最后一个呢，就是我现在最贵的一只包了，就是爱马仕的 Birkin 25，然后这支的配色是金棕色配银扣。我觉得金棕还有大象灰这两个颜色很好看的一点就是它们的走的是白线，然后这一支的皮质是 Togo 皮。开始我知道这支包是金棕银扣的时候，我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我其实是喜欢银扣的人，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配金扣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但我现在拿到了之后，就是完全不后悔买了这支银扣的包，因为我觉得金银这个配色就是让这个颜色显得年轻很多。然后搭配上，我觉得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就是搭大地色系啊，一些米色、白色，然后另一种搭配思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的，就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成熟的感觉，想让它变得很年轻呢，我觉得是可以搭卫衣卫裤，就是稍微运动一点点的。如果搭一身天蓝色的卫衣和卫裤或者是那种短裤的话，我觉得会很好看，会很时髦很潮。然后 Birkin 这个包我只喜欢25的尺寸，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巧可爱的感觉，它在视频里会显得大一点，但实际上其实没有特别大，跟 Classic Flap 是差不多的，25厘米左右。我觉得25这个尺寸会让它不要气场那么强，然后就是会让它变成一个精致小包的感觉。那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侧面就是也不算特别窄吧，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长方体的感觉吧，然后里面放了一个内胆包。手机的话跟它的大小比例关系大约是这样子。这只包如果你想它变得可爱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在上面加各种各样的包挂。我有个这个熊头放在上面就是这样。超可爱，这个小象也很可爱，然后也可以搭露露，挂这个也可以让它变成不同的风格。如果大家感兴趣，然后想看更多这几个爱马仕包包的细节，或者是想看我家的配货的话，我可以以后出一个爱马仕的合集。好啦，这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包包的合集啦。希望你还看得开心，看得爽。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就关注我的频道吧，这是一个新的频道，然后我以后还会发更多的穿搭呀、开箱、包包、纽约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视频。这里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的社交账号，请大家关注我，谢谢。